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中国反击西方某些国家的干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击的过程中呢，又不会全面迫害双边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就这点而言，土耳其是学不来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土耳其与西方10国在人权领域的较量，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美国、法国等10国发布干涉土耳其内政的联合声明后，埃尔多安直接宣布10名外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接下来，他就要准备将这些大使驱逐了。打着人权道义牌子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退让，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将会撕破脸之际，万万没想到，先认怂的是美国等10个国家。土耳其给出的驱逐的10国大使的理由，是因为这些西方使馆的大使在联合声明中对土耳其内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西方大使的理由是人权。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呢是频频上演的。西方的一些国家干涉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中国同样是抗议。只不过中国没有土耳其反应那么强烈。从结果看，西方国家到现在依然在上述问题上基于谎言来攻击中国。中国的反击办法呢，仍然是口头抗议和反制裁。土耳其在采取宣战性的激烈措施之后呢，西方就认怂了。那么这一对比好像有点吸引力。那么中国能学习土耳其的做法吗？答案是不能。首先，土耳其之所以有恃无恐，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条件站在土耳其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还需要土耳其成为他北约成员国，因为土耳其有着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且它拥有北约国家组织最大的陆军常备军力。欧洲和北约要想对抗俄罗斯，还离不开土耳其军队，这还是其次。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土耳其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它倒向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的舰队从黑海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到大西洋了，这一点是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那么如果他们不退让，后果有可能就会逼着土耳其进一步投靠俄罗斯，这才是让美国和某些西欧国家最害怕的。可以这么讲，土耳其正是依恃的这一点，才有可能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呢两面逢源，敢买俄罗斯的 S-400导弹，同时呢，也敢在人权问题上耍横，就是因为他看穿了西方国家的这一担心。那么最后，一个国家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除了实力之外呢，还要在国际上展示他的强硬态度。土耳其实力并没有达到这一步，但是埃尔多安的野心很大，他就希望通过在各方面表示强硬呢，从而树立他的领导力形象。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会像土耳其那么做呢？主要呢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原因。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式没有干涉土耳其那么激烈，几国大使发表联合声明来炒作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当然，他既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我们的反应也就不一样了。第二，就是中国本身的实力就很强大，不需要靠这种所谓的外交对抗来树立大国形象。因为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摆在那里了。第三呢，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或者是遏制呢，还有别的办法，比如团结更多的国家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立场等等。总之，土耳其的办法看起来很爽，实际上呢，是因为它本身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不是它的经济军事实力决定的。中国不是土耳其，我们反击的办法同样是合理有效的。中国未来呢，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争夺影响力的问题，包括人权领域都是战场。那么最近在联合国，我们所发起的一些议案就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支持，而过去在这个领域掌控话语权的美国，反倒现在成了被动挨打的国家。因为近年来美国的人权表现是相当差劲，因此中国的议案能够立刻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中国不但要用自己的发展成就来证明我们的政治模式优于西方国家，同时也要在人权领域超越西方。可以说这是一场长跑，而这场长跑我们必须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中国反击西方某些国家的干涉，
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击的过程中呢，又不会全面迫害双边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就这点而言，土耳其是学不来的。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